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再来看一张迅景的7900XT啊，注意是 XT， 不是叉 T 叉啊。这卡的问题呢，依旧是热点温度高，玩游戏的时候呢，风扇噪音比较大。目测这张卡呢，问题呢，可能跟之前的7900XT 叉是一样的啊。看这个电路板歪七八扭的啊，这面呢就会好很多啊，这面好很多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上机，先给它简单测一下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好，默认设置，走。好，我们测了有个10分钟左右了啊。核心温度呢53度，热点温度75度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甜甜圈压力比较小的原因啊，这个核心温差呢才22度，并且这时候的风扇转速呢也才1600转啊，和他说的那个打游戏可能还真不是一种情况。打游戏的时候他说能到30度的温差，风扇能到2000转以上，但测这个甜甜圈确实测不出啥来啊。我们换个方式给它来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3D 马克。在跑那个第3个场景的时候，它确实是核心温度和热点温度能有个接近30度温差啊。当然也可能我们是开放着测试，所以测不了那么极限啊。得分呢是11361。下面呢我们给它改造一下，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啊。说实话，这张卡我还是有点怵的啊，这个不一定能搞好。刚才我们测试温度是24.8啊。这个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次了啊，它结构比较简单，背面能看见螺丝都拆掉，然后这个散热器就可以分离开了，它的这边是没有连接的啊。这个卡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啊，它这个上面用的是硅脂，很稀的这种硅脂啊，你看，很稀很稀，可能也确实有一些影响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点呢，就是这颗螺丝啊，把这个螺丝拆掉，也许会对这个电路板变形有很大帮助啊。现在它还是比较弯的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螺丝拆了试试来。走你！啊，好像稍微好点，但是螺丝在哪？螺丝在这儿，螺丝就在这儿。正好就是往下凹的这个位置啊，但是，哎呀，有可能的时间长了之后，这一个电路板已经变形了哈。它这个还真的是就是这颗螺丝，生生的把这个电路板给拽弯了。好，我们下面呢就给它清理一下，换换导热垫啊。这个背面的我们就不拆开了啊，这个垫片原厂都保持得很好，并且背面的垫片呢，这个导热是为辅的啊，支撑为主啊。换了之后，我们之前折腾过也没有什么用，就把正面的导热垫片，哎，给它换一换，核心硅脂换成相变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来测一下导热垫的数据啊，和这个叉 T 叉是不是一样的？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个导热垫和7900XT 叉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哎，这好像少焊了俩显存。
这个膜我这种方式还是不好撕啊，大家可以试试把它剪的比这个核心稍微小一圈来撕膜试试啊，因为它这个边缘第一是不锋利，第二呢它好几块拼一块的，好像这个吸附力不是很均匀的样子啊。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啊！这个核心温度53，热点温度73、74，比那个高了个20度啊，好像和原来是一样的啊。风扇转速呢1400转，功率呢340瓦。我们来看看那个3D 马克吧，看看在游戏状态下有什么变化。11398啊，比之前那个好像高了那么个几十分啊，几乎可以理解为误差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在测试的过程中，跑到300多瓦的过程中啊，它的热点温度比原先低了个大概7、8度的样子啊。就这一顿折腾和去掉那个螺丝还是有点作用的啊。因为这个显卡后来咨询我们的用户非常的多啊，确实是有的朋友换个7950，然后把那个螺丝拆掉，就像我这样的操作，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啊。就像刚才我们测3D 马克的时候，它能做到20度左右，甚至20度以内的一个核心和热点温差。但是极个别的用户他可能就是不行。我们今天还算运气不错啊，这张卡还可以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。